欢迎收看北京讲文化大革命第28讲，以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今天是2025年8月6日，那整个这个系列公开课的第一讲是在2024年的2月29日，我用了1年半的时间啊，今天第28讲，那作为我们阶段性的最后一讲啊，为什么是阶段性的呢？就是以系统性的讲文革啊，从头到尾，今天是一个截止。但是这个系列公开课呢不会结束啊，以后我会再找一些专题性的角度啊，再去做一些补充。好啊，那我们今天这一讲的内容应该挺多的。什么是文革的结束？很多人觉得文革是1966年到1976年啊，10年文革，这个说法正确吗？那什么算是它的结束呢？是以毛泽东的死作为一个终点吗？显然不是。很多的中国人认为是以抓捕四人帮作为文革的结束，但这是中共的官方叙事。这个正确吗？当然还有人说文革从来就没有结束啊。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啊。首先上一讲我们讲到毛泽东死了，死了之后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四人帮掌控着国家的宣传机构，那他们就展开一个反走资派的运动啊，但是他们在党内的权力其实不大，然后在军队中呢更是毫无影响力。那唯一的靠山毛泽东已经死了，民意呢也不站在他们这一边。除了江青之外啊，其他那3位的权力基地都在上海啊，离北京很远。那在毛泽东逝世的前后啊，作为他们这一派啊，所谓的要继续坚持文革的文革派啊，这个主角江青在做什么呢？毛泽东9月9日去世啊，8月28日的时候，江青到天津啊，去这个天津手表厂啊，他实际上呢是还在到处的做演讲啊，笼络工人，拉军队，以及希望记者能够给他做宣传帮忙。特别像是一个民主国家要选票之前的这种政客啊，在到处拉票。那么1976年9月初，江青又到了大寨，但是在那儿他就已经听到了一些不好的消息了啊，赶紧从大寨回来，就从钓鱼台搬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旁边。他想干嘛呢？控制毛的文件，因为这些文件里啊牵扯到了政治局的许多人的检讨书啊、检举信。因为文革初期啊，这些领导之间也都是互相揭发的，几乎人人都有份。拿到了这个文件呢，你就可以就是拿到了别人的把柄嘛。以及呢，文件中还可能有毛泽东留下的最高指示啊，那就更可以控制之后这个政治斗争的主动权啊，以及获得一个继承人的这种合法性。所以这个争夺这些毛留下的文件呢，就成了毛逝世之后的第一个斗争焦点。9月12日，江青给华国锋打了一个电话，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华国锋就问他，那讨论什么问题呢？江青也不回答。又问他什么人参加呢？江青就指定说不让叶剑英来参加，但是毛远新要来参加啊，就毛泽东的侄子。好，这一会呢就是讨论，就说要把这些毛泽东的文件交给他，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嘛，以及毛远新来清理。那开了4-5个小时这个会，最后华国锋还是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材料、文件和书籍由汪东兴来负责暂时保管。紧接着9月17日，汪东兴呢就在毛泽东的这个卧室和书房上就贴了封条了，江青就进不去了，又哭又闹的。9月29日晚上11点，政治局会议，那么由这个华国锋主持，就研究毛泽东逝世之后的这第一个国庆节怎么过。那么两派又在那里吵啊。那么江青他们这个文革派当时的主要诉求是什么呢？
就是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报告。那最后华国锋以主持人的身份说啊，我们这个政治局的委员啊不齐全，所以三中全会的问题不能在这儿讨论啊，等等，就宣布散会。那四人帮为什么要着急的讨论三中全会呢？实际上他们就是寄希望于通过这个会议啊，他们去拉票啊影响，然后在这个会上通过一些决议来巩固和加强他们在中央的力量。所以你看多么像是这个一个民主国家在拉票啊。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他除了掌握舆论工具之外啊，在他这个对立面务实派或者这个官僚派的面前呢，他们各方面都很薄弱。所以从这点上看啊，文革派或者说四人帮其实当时并没有说要搞政变的这么一个计划。之后拿下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啊，就说四人帮想搞兵变，其实这个是不符合实际的啊，是给他们扣的一个帽子。他们当时更多的是手无寸铁、没有军权啊的一种恐惧感。那么唯一的一点迹象呢，是1975年的9月18日的时候，那么王洪文呢回到上海，他接见了上海市委和上海的民兵的指挥部的领导人啊，说我担心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啊，你们这个上海的民兵要做好一些准备啊，防止别人打过来。但是啊，这并不是一个说他要发动兵变政变的一个迹象，因为上海的民兵啊，还是在上海，是不可能到北京去发动什么政变的。那好，真正发动政变的是谁呢？就是务实派或者官僚派他们啊，叶剑英啊，这个华国锋啊，汪东兴什么的，10月政变啊，他们决心要解决掉文革派。怎么解决呢？是让他们私底下都在互相的联系啊，什么叶剑英啊、李先念呀、陈云呀、华国锋互相联系，就讨论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通过党内斗争的方式啊，就是开会啊，比如说刚才说的10届三中全会，用开会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二种方式就是用特别的非常手段，其实就是采取强硬所势啊，就是政变，用少量的一些人直接把这个所谓的四人帮拿下，其实就是大家理解的古代中国的这种宫廷政变。然后呢，这个陈云啊，思前想后就计算这个中央委员的这些名单，所谓的计算选票啊，最后觉得搞不定啊，四人帮的力量有点大，所以他们就决定要采取强硬措施。那你要师出有名啊，他们就想起了毛泽东在1974年5月3日啊，其实批评文革派时候的说过一句话，说不要搞四人帮了。好，这就有了名头了，他们就叫四人帮了。所以就说抓这个四人帮是执行毛泽东的遗志。那这个里面其实从毛逝世之后啊，叶剑英就开始各种的联络和准备了。那华国锋上一章我们讲了，文革派并没有去拉拢他，所以就把他推到了对立面，推到了务实派的面前，所以华国锋也在行动啊，跟叶剑英啊联系。10月6日开始行动了，下午叶剑英呢在西山接到电话，通知他晚上8点到怀仁堂开会，请他提前1个小时到。吃过晚饭之后，他带了一个警卫参谋啊，就驱车就去中南海了。好，怀仁堂就已经做好了布置了。叶剑英的车7点的时候到，然后进到怀仁堂。那么当天下午呢，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接到通知，说要去怀仁堂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内容呢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清样和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方案。那姚文元虽然不是常委啊，但是这个会涉及到文字工作，所以理所当然也要请他来。
那没有通知来呢，那个江青来啊，没有通知，因为他不是常委，好像也合乎常情啊。就这个会并没有让大家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对吧？那为什么不让江青去呢？因为抓捕四人帮呢，江青是一个特殊人物，所以他们要单独处理。好，那汪东兴来负责抓捕啊，就带着这些警卫就藏在这个屏风的后面啊。7点55分，张春桥先到啊，说他夹着一个皮包，大摇大摆的进来，然后紧接着就被警卫就给铐了啊，护着他进到正厅。他一进去就看到了叶剑英和华国锋啊，然后这个整个的布置都有改变啊，就明白了啊，自己成了阶下囚了。然后紧接着华国锋就马上宣布他的罪状啊，张春桥并没有反抗啊，就被带走了。那接着是王洪文啊，王洪文还有反抗啊，甚至还想冲过去掐叶剑英的脖子啊，后来被制服。那最后是姚文元啊，具体的细节就不念了啊。其实抓捕四人帮的这个细节啊，包括各个人的当时的一些心理活动，我之前有过一个计划啊，是想写一个电影剧本的啊，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能拍成一部电影，非常的精彩，应该是。好，说说江青啊。那么要抓江青的时候呢，是这样，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坐在沙发上。然后就向他宣布啊，说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啊，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啊，你到另一个地方去，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和钥匙交出来。那江青就很愤怒啊，但是他还用铅笔在一个纸上啊，还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的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10月6日啊，然后还在这个信封上写着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还写着江青托啊，就把这个信啊钥匙什么都给他。好，护送出去，外面有一辆红旗的轿车等着他啊，就带走了。那抓捕四人帮就这么完成了。紧接着呢，抓完之后，马上华国锋就派人控制广播电台、新华社等等这些重要的舆论单位，都控制了。第二天10月7日啊，这邓小平就知道这个消息了啊，那么就有人把这个消息带给他们了。他们当时还怕这个屋里有监听啊，一家人说跑到这个厕所里面啊，把所有的水龙头啊都打开啊，在这个水声之中去聊这个事情啊，都很开心。那邓小平马上就给华国锋写信啊，其实就是想重新回来工作啊。当然，其实华国锋并不想让邓小平回来。好。10月7号到14号，就是抓完四人帮之后的这一周内啊，中共中央政治局呢在北京召开了这个会议啊，向这个中央党政军啊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啊，就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那这个说法粉碎四人帮用了很多年啊，其实呢不是很贴切啊，就是用10月政变比较的合适。那么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就发送了一个文件啊，正式向全党通报了这个事情。那马上过了2天，20号，这个就所有的群众就都知道了。那大家就都很高兴啊。实际上，当然这里面有这个大家对于文革的厌恶啊，希望有某种信号告诉他们文革可以结束了。但是呢，其实也有一种就是中国父权制啊，就觉得女人不能干政，所以他们会更讨厌江青，都有啊，夹杂在一起。所以呢，
中国人很高兴。当时第二天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就进行了这个庆祝游行各大城市也都是。关键很有意思的是就在半年以前的4月8日，为了庆祝邓小平下台，在游行的也是这些中国人。所以集权政治下的这些民众就只能跟着权力走让你庆祝什么你就庆祝什么。那好，毛泽东死了，这个文革派所谓四人帮也被粉碎了，那革命实际上落幕了，是吧？但是正式宣布文革结束呢，是10个月以后的中共11次全国代表大会，就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做这个政治报告说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你看他这个话好像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实际上华国锋是想要继续去做文革的，只是夺权把四人帮粉碎掉。你看他说，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9次、第10次、第11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3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反复争夺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利，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稳固，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的正确的贯彻落实扫清了道路。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11年的我国第1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在这里华国锋说的是11年文革不是后来定调的说10年文革，对吧？因为他是1977年说的，66年到77年11年，所以那时候，而且他说的是第1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也就是说在华国锋当时的构想里，这是第1次文革，11年结束，后面还会有第2次文革。那为了使这个10月政变合法化，那么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就举行了公审。那这次审判呢，很有意思的是把之前完全对立的两伙人，就是林彪，所谓林彪集团和这个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把这2个捆绑在一起了，名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那结果就是江青死刑，缓期2年执行然后张春桥死刑，缓期2年执行，王洪文无期徒刑，姚文元20年后边还有一堆他们的一些跟随的人等等等等对这个江青的审判很有戏剧性。当时66岁穿着一个黑色的毛式上衣戴着个眼镜，然后呢昂首挺胸穿过观众席走到他的被告席上，然后这个审判员叫曾汉洲，把桌子一拍就说，江青你是犯人，你是被告，你要怕我们。你看看这是什么一个审判的语言你要怕我们。江青说，什么我要怕你？然后对面说，对，你要怕我们。江青说，什么怕你，你怕我？然后两边就这样怕来怕去好几个回合。最后江青说，你问问坐在你旁边的江华，看我怕过谁？最后判说江青死刑，然后他们就说到这儿还故意就停顿吓唬江青没有说那个缓期执行，就死刑。然后江青就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叶邓反革命集团。然后这个宣判的人才继续说缓期2年执行。那么审判张春桥的时候张春桥是这四人帮里据说心理素质最好的，就一直是一言不发他也是后来这个坚持时间最久、寿命最长的一个人。那么张春桥当时只说了一段话，他说，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
但它的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认真解决退化变质的问题，成为特权阶级，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那么人民群众迟早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再来一次革命，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这是张春桥当时说的唯一一段话啊。那王洪文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就整个崩溃了啊！就是因为说他被捕之后呢，所经受的痛苦是骇人听闻的，具体是什么也不知道啊。但是说他的脑子受到了创伤，说不能够做系统的谈话啊，讲东西都是东拉西扯了，后来词不达意。说这个1981年啊，说都距离他被抓已经5年了，他都不能系统的谈话啊，这个创伤很重。所以中国呢，多年来一直都是无法无天的，对吧？对于一个人都是私刑啊，直接批斗就弄死了或者什么。所以对这个四人帮能够进行一个公审啊，算是一种进步。就是说明呢，当时经受了文革冲击的这些官僚们啊，就尝到了无法无天的苦头啊，知道法律的重要了。但是啊，这个进步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从整个审判过程来看，就是胜利者，政变的胜利者啊，还不是选举的胜利者，是直接发动政变的啊，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这么一帮人，对失败者的一个审判，是政治审判。据当时任这个两岸的律师组组长的张思之说，审判员是临时调来的，其中很多是不懂法律的官员，闹出了一些笑话。律师呢是当局委派的，事先对律师也提出了要求啊，就是对公诉人提出的事实不能动啊，对公诉人给被告定的罪名不能动啊，这还当什么律师呢？因为你律师无非辩护，无非就是这2个方面嘛，全给堵死了，那你还要律师干嘛？就是摆出来演戏的啊。所以对出庭的证人也事先经过培训，要求证人要配合起诉，证明这些都是事实，而且这一切还要经过多次的彩排啊，要彩排合格之后，最终去进行这一场所谓的公审啊。那旁听的群众也都是有组织的，也都要选择政治可靠的人，其实就是一场政治表演。那好，其实呢，到此为止了吗？并没有。这个政治运动啊，其实从来没有停止。之前是打倒邓小平，对吧？斗邓小平啊，76年初的时候。现在毛泽东死了，现在又变成斗四人帮啊，斗江青。好，现在把四人帮都给干掉了。实际上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过去10年的所有的灾祸的责任就扣给四人帮这4个人来担啊，再加上点林彪。但是到此呢，其实文革并没有结束啊，紧接着就开始了文革后的大清查啊，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听完之后你们就会知道，这个其实文革后的这个大清查用的还是文革的方式啊，包括刚才抓捕四人帮，这些都是以文革的方式，所谓要结束文革，那其实文革就并没有结束。当然了，也有一些进步性，比如说这个10月政变啊，抓捕四人帮之后，逐步的呢就解除了毛泽东晚年的那种中国那种思想束缚啊，实现了几项算是不错的人道主义的这个举措啊，比如说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就是有4600多名这个干部恢复原职啊。那么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以后，就加快了这个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那不仅是文革中的受害者得到平反啊，文革前的历次活动运动的这些受害者啊，也都部分啊得到了昭雪。当然了，这里边是有选择性的啊，谁能够被平反，谁能够被昭雪啊，一般都是有地位有名望的人。那你受害的这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啊，你就只能自己上访了。
那么还有呢，就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几十万人啊，基本都得到了一些改正啊。还有就是给一些广大农村的一些地主富农啊，这个帽子摘掉，所以数以千万计的人的这个政治地位就稍微得到了一些改善，就不再是之前的政治贱民了。那么虽然没有否定反右运动和土改啊，但是啊，就是这些举措啊，还是对于这个当时中国的这个人权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胡耀邦发挥了重要作用啊。那么大清算是什么呢？实际上在10月6日抓捕这个四人帮之后，马上在西山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啊。叶剑英说呢，地方上还有很多四人帮的这些骨干分子啊，要清理，就开始了啊，叫揭批查这么一个运动啊，揭露啊，这个。那么清查的对象就是文革运动的这些积极分子。其实从1949年中共建制以来啊，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其实每一次运动啊，都有一批积极分子，对吧？你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嘛，对吧？都有一些积极分子。那以前的政治运动呢，就是当权派有权力的啊，整那些非当权派。他并没有像文革似的从整体上去伤害官僚集团，所以呢，这些运动的积极分子呢，一般都可以分享到这个运动的一个胜利果实。那很多这些积极分子就能得到当权派的一个提拔，是有好处的。那你对政治运动非常消极的人呢，你就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所以中共建政以后的这些干部队伍，基本上都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组成的。那文革的重点是反过来啊，是整当权派，对吧？那么现在在文革的时候的那些积极分子整这些当权派啊，现在这些当权派又回来了，由这些当权派来清算文革，那这些积极分子就没有好果子吃了。因为其实清算文革的前提是什么呢？你得全面否定文革，对吧？99.99%的这个右派分子是画错的，对吧？结果呢，反右运动没有被否定，大跃进造成3-4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也没有被否定。那现在只是要否定文革，只是要清算文革，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专制制度下，你像普通老百姓导致他们受害的这些政治运动啊，没有人管。文革是不仅仅伤害了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它更是从整体上伤害了官僚集团。所以现在这些官僚集团、官僚派重新掌权之后，要对文革进行否定，是这么个原因啊，并不是说为民做主啊。那大清查要处理的人就分成3个档次啊，第一档就被定为四人帮骨干分子的，那就是抓捕判刑啊。第二档就是叫3种人啊，然后就要严格审查，然后审查完之后就按照人民内部处理，一般就是撤职下放。那第3档的就是一些犯了一些严重政治错误的，你说清楚之后，你的工作可以给你保留，但是大多数人的终生都不会再被重用提拔了。那么1978年12月的11届3中全会啊，宣布刚才说的这个揭批查运动啊结束，但是啊，一些省一直搞到1980年啊，你看文革结束又这么久，都到80年代了，还在继续延续文革的这个方式，在清查。关键是到1982年，中央又出台文件，开始大规模排查清除3种人，这个又一直进行到1986年。啊，这都是文革的延续，其实做法都一样。这一次清查殃及了多少人呢？胡耀邦说
说全国审查已经关押了上千万人，超过国共内战时候的800万人。所以文革后的这个大清查呀，是在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的这个名义下进行的对文革的一个所谓总清算也是对之前这个造反派的总清算。其实造反派呢，在文革期间只是最开始那2年，66年到68年活跃了一下，之后文革这8年一直造反派都处于一个挨整的状态。那么你笼统的说把造反派也就当成文革的罪人，这也是不够全面的。好，10月政变之后各地都开始抓这些造反派的头面人物将他们判重刑，上千万人又成了这个运动的这个受害者。那么慢慢的就开始恢复文革以前的这个权力体系了所以从1976年10月到1980年前后，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大部分都撤换。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很多这官僚集团的人就借机在报复，当然也有一些什么有一派群众借机整另一派群众但是就是这个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这个扩大化倾向，就这个文革的清查。你比如1979年底，河南省纪委书记副书记什么省高级法院院长什么这些人为了避免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于1980年1月1日生效之后他们会被束缚住手脚，所以呢他们就赶在这2部法律生效前夕，在79年底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这个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你有没有罪行，都以这个清理积案为名搞这个突击判刑，全省就这么一下就判了2400多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清查是没有这个程序合法性的。你像比如云南也是这样，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这个运动中搞被审查人数138万人之多，打死逼死就17000多人，这些都是文革后发生的事情。所以不要有这个文革什么76年抓完四人帮之后好像一切就换了一副新天地一切都结束了，没有。你看更搞笑的，在昆明你到处都要抓什么四人帮，说昆明的乔钢分公司抓了3个男的，还差1个女的，四人帮嘛，3男1女的，所以硬是把一个普通女工打成了江青式的人物来凑这个小四人帮。你看多么荒诞这些事情。所以比如在山西你看文革多次的反复他这个政权呢就在文革中就几经换手嘛，所以1976年重新掌权的这些人就对上几轮都去进行报复山西就是这样，各省其实都是这样。好，我们聊聊四川。当时在四川主政的是赵紫阳，他呢对造反派呢算是比较宽容，所以四川的大规模抓人是1978年2月中旬才开始的，就是比全国的其他省份差不多晚了1年多。为什么呢？是因为之前控制着，但是1978年的春节前，邓小平去了一趟四川，做了明确指示因为省委就向他做汇报嘛，说这个抓捕这些四人帮的工作邓小平就问那些帮派头头都抓了没有，赵紫阳就说说这个都进行了一些工作都在做。邓小平又追问说抓了没有赵紫阳只得说了还没有抓。邓小平说得抓起来好，那没办法了，邓小平发话了，赵紫阳就只能做了，然后开始落实这个邓小平指示。1978年2月11日，四川省召开了一个全省规模的公捕大会，每个地区都设一个分会场
全省统一大规模抓人。1983年啊，这都到1983年了，2月到1987年3月，还在干这些事儿。你看，浙江省分期分批进行整党啊，这个3种人啊什么的，这些数据啊就不给大家念了，因为太多了啊，这些数据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一下。所以当时有一个原则啊，就是说四人帮曾经说好的，我们就一定要说坏；他们说可靠的，那就一定不可靠。所以就捋着四人帮当时说过的话，就在全国就到处的去扣帽子啊。军队也进行了大清查啊，比如开国将军丁盛就成了一个重点清查对象啊。所以在这个揭皮查的运动中啊，还是在沿用文革中的思维啊，采用文革中的手段。我们举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啊，这个徐明清案。徐明清是谁呢？他1926年加入共青团，然后转成共产党，28年就考入了陶行知在南京创办的小庄师范学校。32年10月，徐明清就受这个陶行知的委派，参加了陈赓工学团的创办，就是成为负责人啊。这个陈赓工学团呀，在当时是一个公开的合法的教育团体。那个时候从青岛就跑过来上海，有一个人跑来避难。这个人是谁呢？叫李云鹤，就是江青啊，江青原来的本名啊，李云鹤。所以他呢就通过左联的关系，就进到这个陈赓工学团来当教员。1934年1月28日，上海各界举行纪念128抗战2周年的示威游行。那么这个陈赓工学团的这些教员学员啊，也去游行。那么9月的一天，这个李云鹤啊，江青就在游行中啊表现突出，就被抓了。好，那徐明清就马上组织开始对他进行营救啊。出面保释李云鹤的是上海公租界的啊这个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和这个法租界的这个一个工董局长啊何德奎啊。然后呢，这个李云鹤被捕后啊，没有什么太多的证据啊，然后后来最后就给他放了，保释了。那么1937年，徐明清呢就在西安工作，所以就在他的帮助下啊，那么李云鹤就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了延安。那党组织得审查你这个江青的历史啊，这个时候徐明清就客观地为他写了一份证明材料。然后1年之后，江青就跟毛泽东结为夫妻了。那好，四人帮被抓捕之后呢，江青专案组就把这个徐明清给秘密逮捕了，逼他写证明江青是叛徒的材料。徐说我不了解情况，我不能写。专案组就斥责徐明清包庇江青，就不让他睡觉。结果3个月后，神志不清的徐明清就按照专案组的口授就写了这个证明材料。这个材料就被收入了中共中央1977年3月6日下发的10号文件，就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所以这里边就写说，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陈赓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2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就这样去写。然后他们1937年混入延安之前，就订立了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10月，他隐瞒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做假证明，钻进党内，就是莫须有的扣上这个罪行了。然后徐明清就被送进了秦城监狱。那么后来呢，过了3年之后给放出来了那么也是胡耀邦点名放出来的所以胡耀邦当时一直在制止这个揭皮查运动的扩大化。他不断的敲警钟当时不断的降温
他就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那股潮流来了，谁挡得住啊？98%的人都不可避免的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只不过性质轻重大小不同就是了。他强调说，对于一般性的错误，在这次整党中就不要再作为问题提出来了。当然了，胡耀邦一个人是你难以抵挡各级官僚对这个造反派的一个报复。好啊，1980年8月18日，什么日子呢？就是当时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14周年邓小平就发出了一个号召，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啊，这就是三种人，说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从此就这三种人就成了一个标签了，就成了清查对象。那关键划分这三种人，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界限，也没有法律依据，这邓小平的一句话。所以你结合到各级革委会的这些群众组织头头，你都可以列为这三种人。而且邓小平把帮和派绑在一起，对吧？派是文革中形成的各种派别，你有不同的政治意见派别，这很正常，对吧？每个人你当时都基本都参加一派即便什么所谓逍遥派，是吧？那帮就有这种黑社会性质了其实文革中并没有这种感觉的组织你比如像打砸抢分子，那你最恐怖的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红8月破自救的时候。但是这些年轻的红卫兵也只是充当打手嘛，你背后还是有这些军政官僚们的支持的。所以你三种人到底怎么去清查？关键1983年10月12日，12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会议上，邓小平再一次强调最危险的就是这三种人关键他在这里边说这些人都是很年轻的他们等于就是长大了，要走上这些工作岗位了他们扬言10年20年后见什么，就是其实邓小平就在防范这些人出来去夺权。陈云在这点上也跟他保持高度一致。所以这些当时的一些年纪轻的有专业知识的，就是清查这三种人里边的重中之重。关键清查这三种人呢是完全双标的，对吧？对老干部就从宽，对青年知识分子从严。所以实际上在文革中摧残普通百姓的这些运动，你比如说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对吧？某些地方对普通老百姓的那种大屠杀这些都是进入革委会的这些干部和军人主导下进行的。结果你现在清查文革，你对这些老干部网开一面，就使很多在文革中有重大责任的这些人没有被追究。你比如广西大屠杀422，主要责任人就是韦国清，这我们之前讲过你看文革后不仅没有任何的触动，反而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江苏残酷的清查516的主要负责人的这个许世友也没有任何触动。能够宽恕的，就是被宽恕的这些老干部安然无恙的，没有被清算的，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反对过邓小平也没有反对过文革后担任中央领导人的这些人，所以这些人就不会被清算，就完全的双标。而且在清理三种人的时候，刚才不是说吗？打砸抢什么的，那你干部子弟当时搞这个打砸抢的也没有被追究，反而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了。
好，到1982年底，全国平反冤假错案300多万件啊，涉及牵连的人1亿人。好，我们现在回到1977年啊，回到这个文革啊刚结束的时候。好啊，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11大的政治报告中说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历时11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啊，什么宣告胜利啊，这刚才给大家念过了。然后呢，我们接着看啊，当时是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当时的邓小平还没有出来工作啊，那么是华国锋啊在进行这个工作，对吧？那么文革的这个之后啊的中国的政治光谱是什么样子呢？因为文革的失败啊，等于是继这个大饥荒之后，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失败。等于就是这些教科书多年宣传的神圣而美好的蓝图呢，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就破产了。中国人期待一个巨大而翻天覆地的这种变革，在当时。那么1976年的10月26日，华国锋啊，当时说过一个话，他是说呢，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后来1977年3月14日，他又说，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好，77年2月7日，他又说，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2个凡是。那这一篇呢，不只是2个凡是啊，就坚持毛泽东的路线这么简单啊。后来华国锋还发表文章，提出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就是华国锋其实是当时要继续搞的，就是顺着毛泽东的思路，因为他是把自己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他的打扮呀什么都是照着毛泽东那个路子来的，他也不希望邓小平出来。到1978年底啊，华国锋下台了，对吧？当时对他定了几条罪状啊，也十分牵强。其实在他主政的这2年多时间里，这个开放啊改革也提上日程。你比如深圳经济特区啊，现在大家都觉得是完全是邓小平搞起来，其实当时也已经在酝酿。但是不得不说，这2个凡是这个副作用啊还是很大，因为这是一种历史惯性嘛，啊，对毛的这种崇拜啊，你要延续下去啊，华国锋难以摆脱。因为在当时中国，即便现在也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对吧？就对毛泽东的迷信啊，就深入到这个骨髓中。谁敢说毛泽东的不是呢？谁敢说他的话不是真理呢？所以在这2个凡是的约束下，华国锋就提出了抓纲治国的这个方针啊。所谓抓纲，就是抓阶级斗争这个纲。那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就是揭批查、四人帮运动啊，什么等等的。但是这个治国怎么治这个国家呢？华国锋当时就是工业上学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个学大寨之前给大家专题讲过，对吧？所以跟文革时候一模一样。你说文革结束了吗？不一定，对吧？在当时来看。所以我们这个揭批查四人帮啊，就是以过去的这种搞阶级斗争的方式展开的啊，跟文革完全一样。群众运动啊，搞人人过关，全国有数以千万计的人被清查，搞这种清查战役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对华国锋来说，它有一个很难解决的难题，因为四人帮啊，你现在要打垮四人帮，对吧？反四人帮，但是四人帮的思想路线是什么呢？就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四人帮就完全是紧跟着毛泽东去做执行的。那你华国锋，你又是毛泽东的忠实继承者，你不可能改变，你又说两个凡是，但你现在又去批四人帮，所以你怎么说呢？这话就只能说成说四人帮背叛了他们所极力坚持的思想路线，就是毛泽东晚年的这个路线。但是谁真正去背叛了毛泽东晚年的这个路线呢？是现在掌权的这些务实派、官僚派。所以这也是原本四人帮去攻击这些官僚派的话，现在反过来把这帽子又带回到四人帮头上来。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政治啊、理论、逻辑的这种混乱和荒谬，牵强附会就是。所以粉碎四人帮啊，也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就是无论怎么样都是赢了啊，赢麻了。说这个揭出这个四人帮的这个反党集团，又一次证明了毛主席啊关于什么什么的论断啊无比英明、无比正确，就是永远伪光正。就长期在这种语境下的中国人啊，就直接就都被搞成弱智了，是吧？好啊，那么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呢，新的这个冤案还在不断的被制造出来啊。你比如1977年1月，北京青年李东民等多人在长安街贴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这个天安门事件就4·5运动平反，结果就是以这个反革命罪就把这些人抓起来啊。再比如吉林长春市啊，青年史云峰也是因为反革命罪，1976年底抓起来2年后死刑给枪毙了。1977年4月16日，上海青年啊，这个王申友啊批评这个毛泽东的某些看法，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真知灼见，被枪毙。江西女青年李九莲因为攻击林彪同情刘少奇也是关了好几年。结果文革都结束了，对吧？77年12月4日给枪毙了。你看，这些都是华国锋主政期间啊，全国以这种死刑啊，把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枪毙的这个执行死刑的40-50人。那这些被杀的青年都是当时的中国人之中的是思想解放的这些先锋啊。所以两个凡是就把毛泽东晚年的这个思想路线给固定下来了，华国锋就作茧自缚，他也就没有什么作为了。那而且呢，这两个凡是还有一个作用，就像一个钉子啊，就把这个邓小平这一批被毛泽东打倒的干部就死死钉在了这个毛泽东设置的这个十字架上了，就是你不能出来工作啊，这可能也是华国锋的一个用意。但是当时的很多人的这个注意力啊，政治注意力就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就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个就是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两个事儿也是毛泽东当时钦定过的，但你又要坚持两个凡是，那这两个问题又解决不了，就卡在这里。所以邓小平就必须向这两个凡是挑战。那你刚开始这1-2年这么挑战是有风险的，对吧？那邓小平就回避了一下啊，他不露声色的，他就换了一套措辞。你看，我们看看语言的力量啊。他说什么呢？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的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你看啊，世世代代，准确的、完整的。你看，准确的、完整的是一个伸缩性很大的词啊，这就不像两个凡是，完全没有伸缩性，对吧？他就这么去一点点松开这两个凡是的这个绳索。那
为他后来的这个改变啊埋一个伏笔。那他说我们怎么弄呢？我们就是要善于学习啊，然后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啊。那么怎么样鉴别这个完整性准确性呢？谁来鉴别呢？就是你的这个毛泽东思想解读的对不对呢？对吧？有没有客观标准呢？也没有一个新的超级权威啊，毛泽东都死了，谁来决定呢？所以就开展了叫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就是这个后来就是实事求是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是社会实践啊，来做这个检验标准。好，那么由此呢，就发生了一个事情了，对吧？那么邓小平等于77年夏天重新掌权，那这个是令华国锋啊非常失望的。那很多的当时的中国人呢，也都视邓小平为救星啊，希望呢这个，因为邓小平在文革时候也被3次整倒嘛，他们就希望邓小平可以上台来替他们来这个申冤啊。上百万的下乡学生啊，现在也都希望能回到城里啊，解决自己的前途问题等等的。等于现在大家就都在期待着一个明君明主的出现。那这时候发生了2个在中国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在北京西单的民主墙，还有呢就是1979年的这个理论戊戌会。那这个先讲讲这个民主墙吧，是北京天安门广场啊西边大概1公里啊，就是西单嘛。西单那个地方有一个老公车站附近有一面这个长形的砖墙啊，那就成了一个民众发泄不满的一个场所了。在当时1978年10月啊，就开始有人在墙上贴这些手写的海报啊，然后很多人在那里阅读，然后记笔记，公开讨论啊什么什么的。那么并且呢，当时邓小平还利用了这个民主墙啊，就是说他因为要利用这个民主墙，因为马上1978年12月就是11届3中全会啊，他要巩固自己的势力啊，一点一点的从这个华国锋手里来夺权。但是实际上呢，邓小平1979年2月他亲自访美嘛，啊，在这个德州马场上还戴着这个牛仔帽啊，这个让这个美国民众都沸腾起来，对吧？啊，他当时回国之后，很快他就发现，哎，不对啊，这个民主墙就是大家这个意义都很大啊，民众都情绪都鼓起来了啊，所以呢，他就还有人啊，在这个民主墙上说把这个邓小平叫法西斯独裁者啊，所以马上就把这些人啊都抓了啊，判刑。所以这个其实并不允许啊，真正允许这个民主的存在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这个，讲了1个小时了，我们这个今天会比较久啊，内容很多。所以啊，这个西单民主墙啊，这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大概3米高啊，墙内呢还有一座这个灯光球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什么西单文化广场啊、民航大楼、图书大厦这些建筑都没有，所以这个当然是北京的一个中心地带啊。然后毛泽东时代的这些冤假错案啊非常多啊。那么文革结束后，这些老百姓啊，你就想要平反就得自己上访，对吧？党和国家才不会想到你啊。那很多这些上访者也是跑到这个地方来张贴这个申冤的诉求，然后也有人在这里贴一些这个政治社会改革的这个文章。所以呢，慢慢的呢，就大家就可以有这个批判思维了嘛，啊，开始对这个文革进行批评。甚至还有呼吁为刘少奇平反的。那更多的呢，就是对民主的渴望啊，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民主制度。
还有呢，就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啊，也有人开始就是敢于批评毛泽东了啊，说毛泽东就是支持四人帮的，对吧？你解除邓小平职务也是毛泽东啊，等等的，并且暗示毛泽东就是这种封建专制啊。那么这个民主墙的这个西单民主墙继续发展，就开始有很多的地下的报刊和民间组织就开始涌现出来了。北京的民间报刊啊，比如说什么四五论坛、今天、群众参考消息、民主墙、求是报、沃土、北京之春、探索、启蒙、人民论坛，很多种啊。上海民间报刊也有啊，民主之声、卫民、青年笔记啊。广州有什么人民之声、人民之路、浪花，天津有新觉悟、渤海之声啊等等。民间组织什么启蒙社、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解冻社、觉悟社等等。那好，继续这么发展，那你单纯用这种文字形式就已经不能满足大家需求了嘛？然后就开始出现了人民民主墙讨论会，这个讨论会的声势就越来越大，甚至唱歌、国际歌啊，喊着中国要民主啊，这些事情。那么这个是民主墙这块啊，一会儿我们来讲这个邓小平把这个东西给取缔掉啊。他在党内也做了一些这种民主化的尝试啊，比如首先就是开了这个理论务虚会，是吧？这个会上啊，说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啊，中间春节还休息了5天啊，就反正所有人都来吧，你就聊吧啊。那一些过去说想都不敢想、不敢说的问题，都提出来进行讨论了。这些言论啊，放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内部都是非常惊世骇俗的啊。我给大家念念啊，比如有人说建国快要30年了，现在还有2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挡不住的。还有人说啊，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上、理论上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还有人批评毛泽东过早地放弃了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不讲条件地向社会主义过渡，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还有人批评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啊，说这些是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的结果？既然唯意志论成了主导思想，那还有什么客观规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虑客观规律的。然后还有人说毛主席就是不懂经济各种批评都有啊。还有说这个什么人民应当这个忠诚于领袖啊，这种搞个人崇拜的批评啊。好，这个等于理论务虚会就对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做的所有的这些工作实际上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清算。但是呢，当然它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就危及了中共的形象以及危及了这个毛泽东的形象，等于把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这种价值体系直接就冲开了一个大口子。所以这个理论务虚会是上层的知识分子和党内的民主力量的一波冲击波，然后这个西单的民主墙呢，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和受这个旧体制之害比较深刻的这些底层群众的发起的一个冲击波，这两者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70年代末的算是一次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那当然了，就是马上就偃旗息鼓了好，那么接着讲邓小平把这些民主墙取缔了，人也抓了。那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就是其实像邓小平这种旧人，就只是在用旧的方法再继续管理这个国家嘛。1年后曾是文革第一波批斗对象的这个北京市长彭真，还提议将宪法的这个4项基本权利再次撤回。就是毛泽东死后写入宪法的现在又要撤回
就是什么呢？就是公民的自由发声、自由表达意见、大鸣大放和写大字报的这些权利因为他们说就是扣的帽子嘛，说这些是造成文革的祸根1年之后连罢工权都给废了。那邓小平实际上作为一个新的独裁者了，那他得跟前任划清界限他就一直在试图和文革保持一个距离。从1966年以来其实大约一半的人口都加入了共产党。那大多数的这些前红卫兵也在文革中因为不同的原因有了污点所以你看这次大清查，那有什么办法呢？能够又把这些责任人抓出来，又不会拖累到共产党和这个毛泽东呢？这是要想一个办法的，对吧？邓小平要想这么一个办法。首先就是公审四人帮这刚才已经讲过了。1980年11月，等于把这个文革的锅扣在四人帮头上但是呢，这其实它是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的一向都是党的各级官员来决定谁该受罚，谁又可以幸免。那这其实很多的当时在文革中有很多罪行的人都逃脱了。刚才我们也讲了，对吧？它是有双标性质的。那有太多的这个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后来还在体制以及体制的边缘获利。那么他们的这些子女也还在获利甚至后来就全都润出中国，跑到海外来这个举一个例子，比如李水清这人是谁？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查我们这个篇幅有限，就不在这里去扩展了那共产党在1981年7月欢度60周年党庆，同时呢也颁布了关于党史的一个正式决议著名的这份文件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文件中几乎没有提到大跃进造成的饥荒，文革的责任也都被推给了林彪和四人帮基本上放过了毛泽东。毛泽东自己曾经说文革的功过是7分成功3分失败，所以邓小平就沿用了这个方法来评价毛泽东在党史上的地位，说也是7分成功3分失败。其实毛泽东也是这么评价斯大林的，一个模板这么套。好，定出这个决议是要干嘛呢？就是要平息公众对于党的过往历史的争议。所以之后如果再有人想要针对大跃进和文革之类的重要议题进行学术研究，政府就会大力的阻挠，因为我们有决议了，你还研究什么呢？你跟我们官方的版本不符。那这份文件还有另外的一些其他的目的就是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它并不完全尊重历史嘛，因为邓小平是要用这份决议来批评华国锋，就他们俩之间一个夺权建立自己作为最高统帅的这种威望，等于就把华国锋主政的那2年也都和这个文革的一些历史错误混为一谈了。等于就把这个1978年12月的这3中全会就说成是历史的伟大转折点说在邓小平的带领下，共产党终于在此时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那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看这条道路是什么呢？就是以周恩来之前的4个现代化为基础，最明显的特色就是推动经济改革，其实显得也很十分勉强因为直到1976年国内大部分地方还陷在30年来这种经济管理不善和多年的政治乱局中，这种领导阶层的改变呢也很缓慢所以3中全会并不算是真的历史的伟大转折点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还是试图把这个计划经济恢复到文革前的样子，这就是当时邓小平他们该干的事情。所以邓小平当时他们看的还是过去，不是未来。你比如说在农业政策方面，他们恢复了多项1962年的措施，
保护农村不再陷入大跃进的那种极端公社化。但是呢，现在又开始要严禁这个分地啊，又开始管控这个自留地。1979年4月，甚至还要求退出公社的农民重新加入公社，这是1979年啊，对吧？但是呢，也有一些让步啊，你比如说毛泽东死后3年啊，这个党终于将国家征粮的这个价格提升了20%。农业机具、肥料和杀虫剂的价格也降低了10%到15%。所以真正的改变呢，是来自下层的，对吧？在持续了10年以上的，之前我们讲过的这种宁静革命啊，因为干部啊和这些农民其实都开始重新回到旧的习俗啊，帮助自己脱贫啊，底下有黑市，有地下工厂，都是中国人自己在底下做的。那毛泽东死后，这些做法就更活跃了啊！直到1979年，就开始搞这些什么承包制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到了1980年，地方干部们已经做出了上万条的决策。安徽生产大队的40%，贵州大队的50%和甘肃大队的60%都已经改这个承包制了。所以你不能把中国后来所有这些改变都这个功劳安在邓小平或者共产党的身上，很多是底下就这么做了啊，他们上面就顺水推舟，没办法阻拦了。所以邓小平是没有意愿，他也没有能力与这一股这个趋势去抵挡。所以政府取消限制，不是说突然开恩了，我取消政治，然后底下就一片繁荣，而是本身就已经底下成了一个事实，政府就半推半就的，我就只是承认了这个事实。因为你这些不遵守这个原本你共产党定规则的人太多了，所以你这个规则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于你的文件里。好，在1982年跨1983年的那个冬天，人民公社正式取消了，这也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那农民就可以回到自己家去耕种了，种完的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钱啊，成立自家的商店，然后也可以跑到城市里工厂去打工啊，所以这一下就释放出了非常多的农村生产力，然后以及呢，让农村的这些企业啊出现小阳春啊，所以全国因此出现了2位数的经济成长，其中农村工业的贡献很多，那抵消了很多国有企业表现不佳的情况。所以在这场大转型里啊，中国的农民是占有核心位置的。所以这些快速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先从城市开始，然后再汇集到农村，反而是反过来，是农村带头，然后再进入到城市。所以改造经济的这些私人企业家就是千万那些普通农民啊，他们其实做的比国家好。所以你要说后来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改革真正的伟大的这个建筑师是谁呢？不是邓小平，就是中国人啊。我们再补充一些细节啊，反思一下啊。你看啊，官僚集团和普通的中国人，实际上在文革中都吃够了苦头，所以官民啊都有改变现状的一个共识啊，就我们要改革开放，对吧？但是官僚集团和普通民众吃的这个苦头是不一样的，因为官僚集团吃的苦头是来自民众的冲击，而民众吃的苦头是来自你整个这个集权制度的一个残酷。所以民众要求通过改革开放来挣脱官僚制度的这个枷锁，但是官僚们要求的改革开放是稳固我这个官僚制度。所以文革之后，胜利者是这些官僚集团，所以他们虽然在推动改革开放，但是他们也在严防这个改革开放的浪潮，就不要冲垮了他们的利益保障。所以为了维护这个制度，他们就也必须坚持毛泽东留下来的一些意识形态。
对吧？你像理论戊戌会这个很激烈的一些言辞，然后西单民主墙引发的这些群众许愿哈，包括上海知青要求回城的大规模抗议活动，那就使得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高层感到啊，这些就会危及共产党领导地位。然后你看，当时在理论戊戌会上，那就很多人就对这个发言很不满啊。你看邓力群说，会开的时间越长，发言的人越多，离谱东西就越多。说最突出的就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胡乔木也说啊，这个会开的，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结起来就是5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对呀，这些就是要否定掉的。然后你看，邓小平也感到共产党领导地位受到威胁，所以很快啊，这个戊戌会啊，第2阶段草草结束啊，然后就做一个报告啊，就由邓小平做一个讲话。讲话里就说了什么呢？我们要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就很严厉的指责说这个会是极端民主化。好，那么什么是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呢？邓小平在这讲话里说啊，我们要中国实现4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思想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这个4个必须啊，和之前这个2个凡是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你都是继承毛泽东的这个体制嘛？那你既然继承了毛泽东的体制，你就必须肯定毛泽东这个人的历史地位啊。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的时候，法拉奇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天安门这个上面这毛主席像要不要继续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就说永远保留下去啊，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做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1位的，他的错误是第2位。在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啊，邓小平就主持起草了这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啊，这个文件啊，这个决议38000字，就把毛泽东分成了2个阶段，所谓的晚年毛泽东和晚年以前的毛泽东。就说晚年的毛泽东犯了严重的错误啊，搞了这个文化大革命，但是之前他是光辉的啊，说他思想是我们的什么宝贵的精神财富啊，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啊什么的。但是毛泽东留下了2个很大的问题啊，经济上极度贫困，政治上极端专制，这是毛泽东留下的2个问题。那解决这2个问题就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嘛，对吧？经济上极度贫困，你就要经济改革嘛；政治上极端的专制，你就要进行政治改革嘛。但是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对吧？这些制度遗产、意识形态遗产，所以他就只是进行经济改革，他不去做政治改革，因为他继承的就是这些遗产。这就是为什么经济改革搞这个什么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但是在政治上他就咬死了我们要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就什么都不许改啊，必须。1987年，赵紫阳按邓小平的意思，就把这个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归纳为1个中心2个基本点。13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是说啊，这一个就是1个中心是什么呢？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要挣钱，必须要挣钱啊，谁都需要利益。但是2个基本点就是改革开放和思想基本原则。所以这些用最大白话大家能理解的话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要坚持现有的政治制度，然后呢学习西方和发展这些经济的这些经验。其实这个东西并不陌生，就是清朝末年的时候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吧？当时这个张之洞提出来的
中学为体就是保持晚清的政治体制，西学为用就是引用当时西方这些制造器物上的这些经验，对吧？你现在到中国那个时候，即便到今天也一样，体制上就是一个极度专制，共产党一党专政啊，搞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几十年修补补，搞了这么多破坏啊，实际上都没搞明白是什么，这么一个烂摊子的政治体制不能动啊，因为是毛泽东的遗产，现在又邓小平的遗产，以后还习近平的遗产，什么都不能动，然后继续往里加糟粕，然后经济上又想挣钱啊，这20-30年挣到一些钱，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也不去做政治体制改革，对吧？那么这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保不住，那最后就还是更烂的一个烂摊子。所以呢，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啊，当时作为一个最高的共识，那你就要取代之前的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吧？当然这一取代，你社会上就有一些宽松的效果嘛，啊，地富反怀右这些政治身份、政治贱民，上亿的人，他们的家属都获得了一些平等的地位。那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你就必须对外开放啊，那你就对这个世界局势，你就必须要一个评估嘛。那你和平发展，你就要取代之前的这个什么，要跟这个世界上什么解放啊、革命啊、战争啊，那你就得停止这些什么反帝反修、支援世界革命这些事情，最后就可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嘛。所以1978年12月，中共11届三中全会就等于揭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大幕，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对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文革的清算不够啊，包括刚才说的这些政治体制、这些决定啊、改革什么的，包括其实文革最后的这个胜利者是这些官僚集团啊，就导致什么呢？导致这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的主导者也是这些人，所以他们在后来这个改革开放的时候，他们就掌握了国家的全部资源，左右着这个改革的方向，客观上就决定了你整个这个中国进行改革变革的成本由什么样的阶层来支付，以及最重要的改革的这个利益是在什么阶层来分配，完全由他们决定，不是由中国人决定，因为你没有选票，你决定不了。那当然，刚开始一改革的时候，你这个多年压制的社会活力一下迸发出来，再加上马上引进的这个西方当时领先的这些经验，对吧？那就保证了中国经济一个30多年的一个快速增长，所以总量上中国后来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对吧？那你各阶层的生活水平当然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是客观带来的啊，公认的。但是呢，就在这一切繁荣的背后啊，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就是官僚专制主导下的这些市场经济。毛泽东提出当权派这一概念啊，就明确指出了官民是对立的，对吧？那掌管着国家大权这些官僚们，其实控制着全国的一切资源，你对普通民众进行压迫和盘剥，那你就有了这个官僚特权，所以国有经济就变成了一种官有经济。那么当然了，毛泽东发动群众啊，搞什么革命，但是他不可能去承认什么呢？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官僚主义阶层的形成，是由于共产党的政治垄断和经济垄断造成的。就是你不知道是毛泽东想不明白这个事情，还是他不敢承认啊，因为就等于动摇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因为你一切当时中国你发现的这些问题，就是由于共产党一党进行政治垄断和经济垄断造成的。你这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嘛，搞在一起，这种制度的一个必然产物。所以毛泽东就是这个制度的始作俑者和最高控制者，他还要发动文革，想要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文革必然失败啊。那好，那所谓文革最后胜利的这个官僚集团呢，又搞这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搞这些东西。所以文革结束意味着什么？
就是改革开放这30多年，实际上就是他们在重建这个官僚体系。之前已经被颠覆了啊，我们重建，还是这个官僚体系，所以官僚的这个制度就迅速发展和急剧膨胀。中国这20-30年，就形成了49年以来的最庞大、最强壮、最细密去划分的一个官僚体系。等于官僚队伍，你看从这个1970年代重建开始就开始膨胀。那这个官员过多，就对国家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啊，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那一次一次的精简机构，压缩人员，但是反而越来越多，反而越来越膨胀。就是一个小小压缩一下又膨胀啊，再压缩又膨胀，就这么一个模式。你看文革初期，党政机关受冲击啊，当时这个人员下降，对吧？1975，然后下降到240万人以下，就是供这个财政供养的非事业单位的人数啊。但是马上文革之后恢复秩序以后，官员人数迅速膨胀，1975年357万。几次精简，几次扩张，到1996年的时候，当时公务员都1000多万了，那现在就更不得了了，对吧？2006年国家行政管理费用支出是1978年的68倍，那从2007年开始，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就没有这个国家行政管理费用这一项了，就变成了一般公共服务。那其实这是差不多的意思啊。那么官僚制度的这个行政支出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所谓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啊，数据是什么呢？2007年8514.2亿，2008年9795.9亿，2009年9164.2亿，2010年9337.2亿，2011年10987.8亿，2012年12890.8亿。而这过程中呢，干部的增长速度更快。你看国务院系统中1987年处级以上干部占实有人数 29.2%， 2年后99年就变成了 33.6%。 警察队伍也在膨胀。89年64之前那个时候啊，说警力不够，对吧？调动了几十万军队，接着就开始扩充警察队伍，92年就扩充到130万人，到这个21世纪啊，扩充到200万。所以官僚制度的膨胀呢，和这个强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进程啊互动，等于改革开放给官僚制度的膨胀和强化创造了物质条件。那么官僚制度这个膨胀呢，强化又扭曲了这个改革进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在器物层面上全盘西化，在制度层面上坚守毛泽东的遗产，从而制造出了一个怪胎，就是权力市场经济制度。89年夏啊，邓小平用数十万大军啊，将这个反官倒、反腐败的这个示威群众，就是6·4啊，镇压下去了。那么官僚体制就更加强硬了。92年开始宣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在市场经济前面冠上社会主义这个词，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表述嘛。引进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其实呢，这个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被之前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实践结果已经否定了，对吧？也被国际上这1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崩溃，也都否定了。那中国还在搞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国家行政主导和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而这种权力啊，就是之前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就是没有经过大的改革的一个权力体系，不受制衡的权力体系。就有人把这个叫什么中国模式，其实中国模式就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而政府的管理范围、政府的行为完全不受宪法的约束。谁主导这个政府？就是这些官僚集团，就是这个党。所以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官僚集团用行政权力来主导的市场经济，那也是被他们的意志所严重扭曲的。那么由于对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就很容易被掌权者去私有化，然后就去控制市场、操纵交易，对吧？权力本身也进入市场，寻租啊，操纵资本收买权力
一些基层被黑金政治所控制。所以一旦权力进入到市场交易之后，那就是只此一家啊，别无分店，那就成了这就是最稀缺的商品，是你几万家企业你都不得不购买的商品，就是你任何在这个市场经济里的这些主体啊，这些企业啊，这些什么经济主体，你就必须要先去买这件稀缺的商品，什么像权力，你必须要向这个权力靠拢。所以这个官阶越高，权力越大，你控制的社会资源就越多，就越容易发财。所以在权力市场经济下的这个中国，你能把一件事办成，就不在于你有多少才能，而是说你是否和掌权的关键人物有关系。这个就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所以好，黑箱交易，对吧？建立上下级关系，人神依附，团团伙伙形成黑网，然后利益网，对吧？偏离社会正义的黑网，就这些，完全的一个腐败的温床啊，就这么搞起来。所以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就笼罩在刚才我说的这一层一层的这个网之中啊，你正义就没有办法伸张了，冤屈也一样。所以反腐的力度越大，一点作用都没有。你只要权力市场经济这个制度存在，你这个腐败就会越来越壮实，对吧？你就是粪坑里打苍蝇嘛，这个有一个形容。制度性腐败的土壤滋生了权贵阶层，由于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为这个权贵阶层又创造了巨大的利益，还在继续造就这个利益，所以权贵阶层就力图要保住这个制度，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都没有办法做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那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啊，用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来描绘这个制度，对吧？但是呢，这个说法啊，权贵资本主义其实有一点误读了资本主义，又回避了权力的责任。所以可能权力市场经济这个描述会更贴切一点。所以你看啊，这个权力的滥用啊，它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你失去社会公正啊。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就是对改革代价的承担和对改革收益的分享啊不对称。改革中收益最大的就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最小的就是工人农民。但是改革的成本的付出都摊给了这些人。所以为了减轻国有企业负担，对吧？几千万的工人下岗，城市化过程中又是几千万的农民失去土地，你这个经济的蛋糕做大了，但是谁把这些蛋糕分了呢？官僚权贵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条件之一，但是在这个权力市场经济下，有权者和无权者进行交易，你觉得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所以什么公平交易、平等竞争不存在的，你这个财富就会不停地向有权力的人去集中。那这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超级富豪的队伍越来越大。任何的改革啊，都是利益和权力的一个再分配。你真的如果想使中国的老百姓富起来，你政府就要给每个人创造一个能够平等竞争的一个机会和环境。但是文革之后啊，你对文革的这种反思清算不到位，你快速的急于的你们这些胜利者去重建这个官僚体系，保护你们的利益，不去进行改革，还用过去文革的方式去斗你的竞争者，那结果就是短期内好像国家进行了一些松绑、一些放权，然后发展一下经济，但实际上呢，就是谁距离那个权力越近，谁捞得越多，就建立了这么一个制度。这就是官僚集团主导下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真实情况。
所以呢，你再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啊，还有这个社会阶层固化的问题，对吧？中国这个社会地位世袭，这都非常严重了。这高干子弟啊，那他们在这个里边想要获得贷款呀、地皮呀、订单呀，因为接近权力嘛，就非常的容易啊。包括这个整个这个干部的选拔，这些所谓的民主制度啊，也都是由于权力参与啊，就完全荒腔走板了。陈云说过那句话，对吧？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啊，这是可以上史书的一句恶臭之话啊。那原来还可以有这个知识改变命运，可能还有这么一条路啊，有一些底层的民众啊，但是实际上后来也发现这条路其实也是走不通的啊，就用自己的你去试验，你会发现这个阶级是固化的。好，处于上层阶层的人们呢，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就得千方百计压制人才啊，使得处于下层的人很难向上流动。那下层的人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满情绪就会增加，最后就产生一种社会张力，对吧？最后就会造成社会动荡，这是一定会发生的啊，就是不用侥幸说，哎，一定会发生。那么社会的不公正，阶层固化就会使下等的阶层的人感到绝望，对吧？那么阶层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就会越来越激烈，那么就会发生这种群体事件。你看啊，自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看这些数据啊，发生这个群体事件逐年递增啊。93年8700起，99年32000起，2000年5万起，2003年58000起，04年74000起，05年86000起，06年9万起，08年开始就超过10万起，就到这个量级。那么这里面呢有两个动向啊，一个就是说，就是一个偶发的小事就能引起上万人参与啊，比如说这2天的这个江油啊这个事情，那社会上弥漫着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嘛。那么第二呢，就是大量与触发事件无关的人会参与到这个群体事件里，就是大家都是有一些共情和共识的，那就是整个社会仇官以及仇富，中国社会啊，社会心理。那这么一来，你的政府就包括中央政府啊，到地方政府，你就把这个社会维持稳定维稳，你就变成了第一要务。所以你就没有，首先你从根本上你解决不了这个社会矛盾，你只能对这些维权者啊实行强力的镇压，那你这个维稳的支出就越来越大，所以国家财政支出中维稳的费用已经超过了军费。所以老百姓他要维权呀，他本来没要推翻你，他只是我要维权呀，你政府又维稳，这尖锐的矛盾。你短期看，当然政府的力量大啊，我可以维稳住，但是长远来看呢，所以到了临界点，就会发现出现空前的一个社会大爆炸。所以到现在，中国人你不得不面对2个现实啊，就是一个权力没有被任何制衡的一个上层建筑，资本也没有被驾驭的一个经济基础啊，官民矛盾、劳资矛盾啊，这些东西就是越来越严重。好，最后讲一点这个权力和资本啊，这2大社会能量的对比啊。其实国家行政权力的力量是超过资本力量的。那么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呢，权力对资本起着一种支配的作用。所以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这2件事，那你肯定制衡权力要放在优先的地位嘛。权力的制衡必须有权力这个体系外部的力量才能制衡，对吧？那么你这个同体系内的制衡，这个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你一体制衡才有效。
所以你看，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和其他的种种防止腐败的什么政府机构，你都是在你这个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都是你这个权力体系内的内力，你怎么可能从根本上制止权力腐败呢？你也没有独立审判的司法，公正的司法，媒体也都是舔着这些权力的，甚至就是姓党的，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舆论监督。好了嘛，立法、司法、行政全都合为一体，全是你共产党的，你怎么可能有权力制衡呢？一党专政，也没有政党的竞争，也没有制衡。所以这就是其实本该是文革结束时候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去把这些东西全都反思了，去改变中国。但是我们也都看到了邓小平们都是怎么做的。邓小平等于是用经济增长来巩固了共产党，维系了这个党的高压统治，这是有代价的呀，对吧？等于文化大革命呢，实质性呢是摧毁了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这些残余无止境的思想改造运动造就了越来越多的对抗，甚至党员之间也是这样，所以党的核心意识形态已经不复存在，合法性也危在旦夕。那么领导阶层就害怕自己的人民，不断打压他们的政治诉求，这都是对于文革清算不够、反思不够的这个余波所以一直狭义上的说1976年或者1977年达到什么这个四人帮什么结束之后所谓文革结束，你看又往后延烧了13年，到1989年64，邓小平下令军队镇压北京的这个民主示威活动。你等于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那一刻，屠城你这就等于展现了一个你这个国家的野蛮力量，表现出了你的这个党的意志不可违抗。其实就只传递了一个信息出来，这个信息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变过，就是这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不可违抗。所以为什么会发生文革呢？一党专政造成的。那到今天什么都没变。文革结束狭义上的文革结束是以文革的方式来结束的，就是文革时候怎么去斗你的反对派文革之后的大清算就怎么斗，对吧？包括抓四人帮程序也不合法你这个公审都是表演的，后边全国又开始继续清算，继续批斗。其实在当时的人看来，文革就还在继续嘛，只是换了一派斗一派。你用文革的方式来结束文革，那文革就结束不了。你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你还是一党专政，那造成文革的这个原因就没有解决，所以文革还有可能发生。你没有真正的清算毛泽东，到现在中国没有文革纪念馆，那没有做这种思想上的一个定性，结果是什么呢？就会出现像习近平这样的人，在文革问题上也开倒车所以很多人说文革会不会再来一次？它不会以这样的形式，它可能是另一种形式。但是要我说，不是什么文革再来一次的问题，而是文革从来就没有结束。在1966年之前，中国那些事情不是文革吗？一党专政下的所有发生的这些历次运动的这些惨剧，不是文革吗？跟文革时候表现有什么区别呢？文革可能更登峰造极一点，但是之后呢，也没有停止，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个一党专政。你说文革结束了吗？我觉得没有。去年2024年2月29日，我开始讲这个公开系列公开课的第一讲，到今天1年半，这是第28讲，现在讲了快2个小时。那总共的时长应该是在24小时之内。如果看呢，就是用1整天的时间可以看完这整个28讲。但是有多少人会看呢？我非常感谢
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啊，一直陪伴我过来。这个1年半，进行这些备课呀、讲啊、制作啊，这个心理上啊受到很大的创伤，很艰难这个过程。但是我还是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人啊能看到这个系列，能去了解文革，因为文革并没有结束，所以对文革的反思和你要知道它发生了什么，是对于每个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暂时告一段落啊。那我也要感谢这个冯克先生啊，这个《文化大革命》这本书，以及杨继成先生啊《天地翻覆》这本书啊，整个这个系列课的大部分的这些内容史料都来自于这2本书啊。我从这里面摘录出这个内容，然后再加上我个人的理解去打乱这个结构啊，按照我的这个结构来做了这28讲，所以感谢这2位，然后也感谢巴丢草先生啊。那么这个后面的这个背景图，这个我们文革的这个封面啊，这个是他绘制的一张图啊，征得他同意这样来用的啊，也感谢他。那么我会继续讲下去啊，这个28讲不是一个完结，只是系统性的到这里暂告一段落。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专题性的角度，我会去做一些补充，可能有第29讲、第30讲啊。那短时间内先到这里。之前没有加任何的文字和视频，是希望大家能够专注于我讲的这个文本方面去听。那么以后可能会考虑加一些视频和这个图片来帮助大家找一些专题角度去理解。然后呢，之前这28讲呢，我做了一个 PDF 文件啊，就是每一讲的这个封面啊，我起的这个标题。然后呢，这个 PDF 文件里面加了超链接，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拿到我的这个 PDF 文档啊，这个文档你每一期你去点，就直接可以跳转到这一期的节目。所以这一个 PDF 文件呢，也希望大家啊能够去转发，然后转给更多的人，让他们去点进来听，了解文革发生了什么。这个文件怎么样能够拿到？我都会写到这个每一期节目的这个说明文字里啊。好吧，那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感谢收看、订阅、分享。